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真言。近日，解放军宣传部这次恐怕闯大祸了。就在中共建坚决前夕，新华社突然宣布，中共91548部队试飞员杨勇荣获国防科技一等功。然而，整篇报道却刻意避而不谈，他究竟立下了什么功？到底完成了什么惊人的任务？直到随后播出一段题为“福建舰弹射空警600试飞细节公开”的影片，外界才猛然发现，这枚一等功的背后，竟然不是什么世界级技术突破，而是一场用飞行员性命硬扛技术缺陷的惊魂历险。影片透露，在一次万米高空试飞中，杨勇驾驶的试验机突然发生座舱严重失密，机舱持续漏气，氧气快速流失。对任何飞行员而言，这都是足以致命的紧急状况。一旦缺氧，很可能几十秒钟内就失去意识，飞机也将彻底失控。按照飞行安全规范，遇到这种情况，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降低高度，迅速脱离高空缺氧环境。然而，央视却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包装成了英雄事迹。报道称，由于飞机下方正好是民航航路，杨勇在没有收到地面指令的情况下，竟然强忍缺氧带来的剧烈不适，硬是在万米高空随手既定高度整整13分钟，直到完成飞行任务才安全返航。但真正令人震惊的，并不是他的坚持，而是这段宣传片无意间暴露出的另一个细节。央视承认，在福建舰舰载机试飞期间，短短20多天内，杨勇就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接连遭遇重伤，甚至有人因此丧命。一句轻描淡写的描述，瞬间撕开了官方宣传的外衣，也让外界第一次窥见福建舰试飞背后鲜少曝光的高风险现实。影片播出后，大量中国网友迅速炸锅，不少人质疑军方明知技术尚未成熟，却仍急于赶进度、赶成果，甚至不惜让试飞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升空。所谓一等功，难道真的是靠一次次拿生命去赌出来的吗？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央视还顺带曝光了歼15舰载机另一段惊险事故。杨勇亲口回忆，一次驾驶歼15进行滑跃飞行时，发动机竟在滑跑途中突然发生重大故障，数十吨重的战机瞬间失去正常动力，一路朝航母甲板尽头冲去，最后竟是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公尺的位置惊险刹停，只差几秒钟，整架飞机便会连人带机坠入大海。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这段经历反而凸显出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滑跃起飞至少还能依靠刹车强行停机，但福建舰如今全面采用电磁弹射系统，一旦歼15T 在弹射瞬间发动机失效，战机仍会被高速强制抛射离舰，飞行员既没有刹停机会，也几乎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弹射逃生，等待他的很可能只有机毁人亡。事实上，中共预警机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满逆向仿制与技术挫折的历史。从早年硬把苏联图4轰炸机改造成空警1号，到依赖俄罗斯 A50与伊尔76平台，再到借鉴瑞典预警雷达设计思路推出空警200，中共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完全自主、成熟且可靠的预警机技术体系。为纪念建军99周年，解放军近期推出系列宣传片《制胜》。然而，一名来自火箭军的备用发射号手邱国旭的发言，却无意间揭开了这支战略部队在实战化转型与基层心态上的真实一面。邱国旭在镜头前特别针对后备角色作出回应。他坦言，部队内外不少人认为，备份单位不过是陪跑角色，甚至流传着担任后备越久，真正上场开火的机会就越远的说法。邱国旭试图扭转这一印象，强调：“我认为正好相反，备份单位在关键时刻很可能成为王牌中的王牌。”他透露，自己率领的部队在实战化演训中扮演双重备份的角色，全连官兵吃住都在战车旁。
多次机动转进，全程保持高度警戒。然而，这番官方宣传本身反而坐实了基层长期存在的焦虑。邱国旭承认，过去曾有战友直接问他，是不是一辈子都没有上场的机会？他的回答是，哪怕一辈子都轮不到，我们也需要100%的准备着。这句话背后映照的是解放军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近半个世纪缺乏大规模实战的现实。在高度依赖指令与精密装备的火箭军中，主用与备用单位的资源分配差距巨大，大量基层官兵在反复机动与漫长等待中累积疲态与边缘感，单靠精神动员难以真正化解。当高层将领频频落马，基层又看不到实战希望时，无名背景板式的宏大叙事往往适得其反，暴露出军中的心理隐忧。官方同时借影片重申对台海指定海域的弹道导弹射击能力，试图延续威慑效应。但近年国际情报与多方爆料显示，火箭军内部曾爆出严重腐败与装备质量问题，包括导弹燃料、发射井盖板等技术隐患。在此背景下，官方特意选择备用发射手作为宣传重点，固然是为了强调全员战备，却也间接反映出真正能承担精准打击任务的主力单位有限，备份与后勤体系的运作成本高，效率存疑。中共国防部于7月31日举办8·1建军节招待会，由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致辞。然而，20届中央军委成员中，除了主席习近平本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名军委委员或副主席到场，活动规格被指变相降格。要知道，过往的8·1招待会，军方高层几乎悉数出席。2023年的招待会出席的高级将领包括军委委员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生民。2024年有刘振立、苗华、张生民3位军委委员出席。2025年也有刘振立和张生民2位军委委员到场。然而到了2026年，现场仅剩国防部长董军一人，而且通稿中完全没有提及军委副主席张生民。比较奇怪的是，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后，董军在2023年12月接任防长，但他一直没有按惯例获晋升为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指出，按中共惯例，出席会议的副国级以上官员才会在官媒报道中单独列明，对军方而言就是军委委员以上级别。过去几年的8·1招待会，在任的军委委员参加时都会被一一列出，但20届军委成员逐年减少，如今军委领导层中仅剩军委副主席张生民1名将领，场面相当尴尬。李林一表示，张生民身兼军委副主席，又是目前军中唯一主事的将领，不便降格去参加原本属于军委委员层级的活动。而董军连军委委员都不是，直接导致了没有任何军委委员到场的局面。8·1招待会等于被变相降格，这正是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大清洗后，军委人事集体崩塌的直接结果。确实，通过中共的官方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南海内部人事清洗的后果非常明显。从去年的8·1建军招待会就可以发现，各个餐桌都坐着比较稀疏。今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官媒的报道好像只是为了凸显军委主席的一人独裁，这种氛围太诡异了。台湾资深政治学者孙国祥则表示，董军目前在政治上仍能被习近平使用，但他不像过去的国防部长那样拥有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的政治地位。在魏凤和、李尚福相继落马后，新任国防部长的政治安全感已经大幅下降。我们也可以推测，董军能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待到现在，可能主要是习近平想维持军队对外的表面稳定，因为换其他人未必比他好，因为董军的专业能力相对稍强一点。不过能留下来，并不代表习近平信任他。另外，在8·1招待会前的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习近平发表了关于高品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讲话。
再次提出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展现出强大的雄心。然而，自他开启第3任总书记任期以来，被视为军队脊梁的指挥系统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20届中央军委原本由7人组成，如今仅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以及去年10月才晋升的副主席张生民上将，其余5名军委成员全部遭到调查或惩处。自2023年夏天习近平加大对军队的整肃力度以来，他亲自任命的大部分高级将领已遭撤换。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初的统计，自2023年全国人大任期开始以来，约有36名军方代表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占军队代表团最初281名成员的近13%。在所有被罢免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军方代表占了1/3以上。此外，由习近平亲自晋升为上将的81名军官中，至少也有25人遭到双开或面临调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2022年以来，大约有100名高级将领被免职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影响到解放军领导层约一半的职位。CSIS 在2月底公布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自2022年起，已有36位上将及中将被正式整肃，另有65名高级将领失去踪影或可能遭到整肃。在解放军176个高层领导职位中，高达52%受到波及。报告分析指出，这种前所未有的整肃规模，令人对解放军执行复杂跨海作战任务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而习近平对军队缺乏信任，对于吓阻解放军攻打台湾而言，反而是一个积极的讯号。值得关注的是，董军在8·1招待会的发言中，强调所谓习近平强军思想，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并高喊军队要听党话，跟党走。对此，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 X 平台分析指出，董军这种持续高调的表态背后，折射出深刻的政治现实。掌权14年，习近平依然未能完全掌控这支军队，军中潜在的政治动荡仍是他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前内蒙古官员杜文也在 X 平台分析，习近平上台14年无法搞定军队，是因为他一直在用个人集权解决制度问题，用政治忠诚代替专业能力，用反复清洗掩盖组织失灵。他控制了军权，却没有建立信任。他压服了将领，却没有凝聚军心。中共国家保密局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保密官”在8月4日发文，披露了一起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案件。据悉，一名鲁姓军事迷在网络聊天时发言，结果吸引了境外间谍机构的注意。随后，一名自称记者的金姓人员主动搭讪，并主动发起中共国产航母等话题。鲁姓军事迷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发布后，甚至还搜罗了一些内部密件进行佐证，借此换取报酬。最终，这名军事迷被相关部门抓捕，并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刑事责任。不过，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案发日期，也让外界对这起案件的真实性产生疑问。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军事迷习惯自发组群，开设论坛或做自媒体，其中不少人带着小粉红色彩，习惯透过分享军备资讯来吹嘘军力。像是福建号航母的测试画面，或是辽宁号上疑似出现歼35的照片，都曾风靡一时。外界认为，这反映出中共内部对政权安全感极度匮乏。小粉红原本以为炫耀军事力量是在展现爱国，如今却随时可能被官方划定为窃密或泄密。原本民间的个人兴趣甚至谋生管道，瞬间变成了陷阱。这甚至可能倒逼相关群体在打压中产生不满。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